给爸爸收拾遗物时，我在最里面摸到一部早已停产的手机，是我高3时候用的。我以为丢了，原来是我爸一直藏着。充电开机，未读信息密密麻麻，发件人只有一个，裴清源。最后一条短信停在3年前。袁安同学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发消息了。我爸是临终前才告诉我当年为什么会拆散我和裴清源。他爸跟我是死对头。2，他抢走了我的初恋。3，裴清源。太像他了。时隔多年，突然得知真相时，说很震惊是假的，说毫无波澜也是假的。或许是太过平静，以至于我爸都放下了执念，苦口婆心的劝我：如果你和裴清源有缘再遇见，一定别再错过彼此。我知道你出走多年全都是因为我，爸爸错了，爸爸会在天上祝福你们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道不清是委屈还是遗憾，漫无目的的翻阅着旧手机，手机桌面、屏保还是我和裴清源的合照，甚至每个软件图标都是我们当年一起选的情头。陈峰德记忆一股脑袭上心头，心脏不由得收紧。试错间不小心按到了1号快捷键，下一秒通话页面跳出裴清源的名字，我猛地回过神，立刻掐断了，只多了2秒，应该没拨通吧？我指尖微微发麻，心脏也砰砰直跳，我赶紧起身，把收拾出来的遗物装进箱子里。不料一阵强烈震动响起，我的动作快过思考，立刻又打开纸箱去找那只旧手机，却发现旧手机没响，响的是我口袋里的那只。我哑然失笑了瞬，接通了电话，谁知又是一记晴天霹。你妈病情加重，进急救室了。我忙不迭赶到医院，急诊抢救室外，红灯亮的刺眼，我的心不由得高高提起。这煎熬没忍多久，抢救室的门从里面推开，主刀医生带着一群白大褂走了出来。我立刻急步上前询问：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脱离……危险2字卡在喉咙，他摘下了口罩，露出一张熟悉又陌生的漂亮脸庞，褪去少女稚气的声音响在我耳边：患者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我脚步像是被钉在了地上，连呼吸都停止了。抢救我妈的医生竟然是裴清源。不同于我的不平静，裴清源显得格外……裴清源，病人目前生命体征已经平稳，但需要进入 ICU 观察24小时。后续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，确定出血点和恢复情况。裴清源的声音平稳，没有多余的情绪。后续的注意事项会有护士跟你详细说明。他的一举一动真的都是医生范了。曾经我们约定好一起就读医科大学，一起救死扶伤，可我却食言去学了摄影。他说完便从我身边擦肩离开。裴清源，还有事吗？我张了张嘴，想说清楚我和他当年的误会，可目光落在他脖子上的红印时，话都堵在了喉咙里。我垂下眼眸，摇了摇头，没什么事，就是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沉默把我们之间的气氛拉得很僵，直到裴清源冷漠的开口：你刚给我打电话有事吗？我猛地抬头，他竟然收到了那通电话。我顿时鼓起了勇气，想说起当年，裴清源却不悦地抢了先。以后没事不要再给我打电话，毕竟我们过去的关系很尴尬。尴尬？我讪讪笑了笑，扭紧手指，爽快地答应。好。裴清渊担心的事情其实不会发生。1周后，我就要带我妈移民去新西兰，适合我妈养病，也适合我重新开始。我爸的突然去世对我妈打击很大，术后清醒的第一件事便是问我要我爸年轻时候的照片。我心颤了好久。毋庸置疑，我妈很爱我爸，也很爱我。我和我爸闹别扭这么多年，都是他从中调和。哪怕他知道我爸有初恋，他依旧对我爸始终如一。我叫舅舅给你拿来。余下的话被床头上的资料牌卡住了。病人江秀春，主治医生裴清源。我神色轻轻一顿，记忆闪回高3那年百日誓师大会。裴清源，我要当无国界医生，救死扶伤。我猛地回过神，边摁响急救按钮边冲出病房。医生，医生！我看着裴清源疾步而来，他表情严肃。怎么回事？我心慌的厉害，害怕的说不出完整的话。别慌，有我在。现在泥沼里的心脏好像被人拽了下，我怔了瞬，快步跟过去。裴清源给我妈注射了一针镇静剂，她又沉沉睡了过去。我深深松了口气。多谢。我会每隔3小时来查房，别再在医院里大喊大叫，影响病人。裴医生历来都这么高冷，你不要多想，别放在心上。我失笑了笑，轻嗯了声。护士突然叹了口气，羡叹道：裴医生啊，她所有温柔都给了她男朋友了。她医术高超，首都医院来挖她，可她不想跟男朋友异地，愣是拒绝了。没想到吧？男朋友？护士的话像一颗石子，在我心里激起一层浅浅的涟漪。我跟着笑笑。那他还挺深情的。所以3年前，他在短信里说最后一条短信，是因为恋爱了吗？我没再深想下去。这是意料之中、人之常情的事。我给舅舅去电，拜托他把照片送来医院。舅舅，麻烦把照片送来医院。这次回来，这一批走，把你妈的魂都带走了，没人守着，恐怕也难长寿。你也30岁了，不能投鼠忌器。初恋失败的人多了，也没见他们个个都不结婚。没说不结，也跟初恋无关。
你不提我都不会想。我抹撒着手腕上凸起的疤痕，继续语气很轻地说：“这些年我也没少谈，只是觉得差点意思，我很难被他们真正取悦。”话未说完，身后响起裴清源的冷嗤，我浑身一僵，下意识地转过身。有多难？我有些尴尬地别了别头，避开他的目光。裴清源冷着脸迈步走进病房，他将手中的药重重地放在床头柜上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。等你妈醒来后，给她吃这个药，一次一粒。我轻嗯了声，抬起头，对上他晦暗的眼神，想解释的话又往下咽。我以为他会当作无事发生走开，他却抬手指了指病房墙上的宣传海报。人还是自爱一点，对自己、对社会都有好处。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墙上贴着一张防癌宣传海报，一股酸涩和委屈涌上心头。谢谢裴医生关心。裴清源脸色一沉，转身就要走。裴医生，你什么时候结婚？裴清源的脚步一顿，与你无关。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有邀请同学的打算，结婚请柬就不用给我发了。裴清源冷笑出声，倒也不用你特意提醒，你并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。我抹撒着右手腕凸起的疤痕，沉默了2秒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。你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，不然我会很困扰。我收回目光，拉过旁边的凳子，在我妈的病床边坐下。我妈再要是有什么情况，我会按护士铃的。说完，我俯身趴在我妈病床边，闭上眼睛。直到身后的脚步声渐渐变小，那扇病房门被轻轻带上，直到整个病房里只剩下我妈平稳的呼吸声，我才缓缓地睁开眼睛。我下意识地扯了扯袖子，将手腕上的那道疤痕遮住。在闭上眼睛时，眼泪无声地滑进被子里，浸湿了布料。我趴在病床边睡着了，做了一个久违的旧梦，一个和裴清源有关的梦，一个我刻意遗忘了13年，不敢再想起的梦。梦里是6月盛夏，蝉鸣聒噪的让人有些心烦。高考出分后，我和裴明约定好明天一起去报志愿。我们在巷口分开，他走往东边，我走往西边。我照旧穿过那片待拆迁的无人区，直到背后传来不怀好意的声音，打破了宁静。裴清源断我们财路，我们废了她男朋友是应该的吧？我回头，是3个社会上的混混，他们收保护费时被裴清源撞见，报了警。我拼了命的跑，可他们就像脚下无根的伥鬼，抓住我，把我拖进了巷子里殴打。昏黄的灯光把我的影钉在墙上，我把指甲掐进了肉里，可怎么都没能把自己从那具不能动弹的躯体里拔出来。后来我满身是血的回到家，再后来我放弃了当医学生的志愿，装傻的接受了我爸让我和裴清源分开的决定，假装不知道他冒充我给裴清源发了分手短信，也假装不知道是他藏起了我的手机。反正这辈子我再拿不起任何一把手术刀，因为只要我一握住刀，脑海里就会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：捅死他们！我要捅穿他们的心脏，让他们血债血偿。轰隆一声，我被雷声惊醒，耳边传来一道熟悉的女声，声音有些混沌：“樊雨安，当年为什么要跟我提分手？”睁开眼睛时，后背惊出了冷汗，黏腻的粘在衣服上。窗外暴雨倾盆，病房里只开了一盏床头灯，光线昏黄微弱，把人影拉得狭长又扭曲。我仰头望去，心脏一缩。裴清源不知何时站在了病床边，整洁笔挺的白大褂皱了几处，清冷好看的眉眼染上了一层潮红。他眼神微微混沌，带着几分迷茫。我刚从噩梦中挣脱，心神未定，看着他这副模样，还有种不真实的错觉。裴医生，你怎么了？才没等我问完，他脚步虚浮往前迈了一步。樊雨安，回答我，你当年为什么要跟我提分手？他又重复了一遍，带着浓重的鼻音。我喉间发紧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裴清源却突然往前倾身，伸手攥住了我的手腕，他的掌心温度高得吓人，指尖大力收紧，刚好触碰到我手腕上那道凸起的疤痕，一阵刺痛传来，我浑身一颤，下意识想挣脱，却被他攥得更紧。裴清源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这时病房门被推开，一道温柔的男声响起，打破了病房里窒息般的僵持。裴清源，你是不是又偷偷吃芝士西柚了？要我说多少次，你吃芝士西柚会过敏，过敏药也解不了。芝士西柚，一种很小众的水果，也是我最喜欢的水果。从前我向裴清源推荐过多次，他从来嗤之以鼻。刚刚还拉着我手不放的裴清源看到走近的男人，瞬间松开，他身子一转，垂头埋进了他的颈窝，抱抱我就好。男人伸手轻轻扶住他，一脸担忧，转头看向我的时候，眼里多了几分歉意。不好意思，他工作太忙，又吃错东西过敏了，意识不清楚，打扰你们了。他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吧？我顿了顿，看着他那黏腻的模样。曾经裴清源受委屈了，也会这样埋在我的颈窝跟我说抱抱我就好。想到这里，我摇摇头，没有，赶紧扶他回去吃药休息吧。男人扶过裴清源，小声嘀咕，干嘛总是这么拼命工作？知不知道家里还有人等着你回家？担心死我了。裴清源的声音带着重重的鼻音，我也很想你。我沉默了几秒，转头看向我妈心率监测器里早已稳定的心率，我轻轻扯了抹嘴角，看到她拥有了幸福，我应该替她开心。我妈病情再好转，我也应该开心。豆大的雨砸了一夜窗户玻璃，第二天眼底泛起了乌青。我妈已经苏醒，意识和情绪都比之前好了很多。她望向我的眼里满含愧疚，妈妈又麻烦你了。我忍住眼里的酸涩，妈，等出院了，我们去新西兰好不好？我妈愣了下，可我舍不得你爸，我们走了，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待在这里会害怕的。我没忍住，你总是什么都想到他，也要为自己考虑啊。空气滞了顺，沉默半晌，我妈转头看我，目光温和直刺我心底。那你呢？这些年放下那个叫裴清源的女孩子了吗？我想说放下了，却怎么都说不出口。我轻轻的别过头，从决定不考医科大学的时候，我就放下了。良久，我妈妥协似的开口，行，我跟你去，但我每年都要回来看望你爸。我松了口气，好。病房里氛围有点奇怪，我拿起热水壶起了身，我去给你打热水，等下吃药。刚走出病房，就听到一阵热闹的笑声，循声望
望去，是裴清源的男朋友在发结婚请柬，她满脸掩不住的幸福。本来我想着她工作忙，婚礼从简就好，可裴医生说婚礼一生只有一次，她非要热热闹闹的办，我根本拗不过她。蜜月她还要带我去大理的蝴蝶泉，我收回目光，快步穿过走廊，进了热水房，拧开水龙头，滚烫的热水哗哗流进壶里，白雾升腾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大理是我旅拍的第一站，我去了蝴蝶泉，在蝴蝶泉的爱情所那里，鬼使神差挂上了自己和裴清源。那个时候我想着这辈子不能在一起，那就下辈子吧。手背突然传来一阵灼痛，我猛地回过神，热水早已灌满，从壶口溢出来，滚烫的水珠溅在我的手背上，瞬间泛红一片。我疼得抽泣，下意识缩回手，手腕却突然被一只温热有力的手攥住，猛地往洗手池一拉，他拧开冷水，不由分说的把我的手按在水流下。我惊愕的抬头望去，拉我的人是裴清源，冰凉的触感瞬间压住了灼痛，也让我混沌的脑子清醒了几分。女人垂着眼，长睫在眼下透出一片淡淡的阴影。我慌忙抽回自己的手，往后退了半步。谢谢裴医生。裴清源红唇轻启，语气毫无温度。不用，换谁我都会救。尴尬把热水房里的氧气密度拉得很低。我转移了话题，随口问道：对了，昨天你过敏，现在好些了吗？话音落下，瞬间静了下来，水流声显得格外清晰。裴清源抬眸看向我，漆黑的眸子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。良久，裴清源再次开口：管好你自己就行，别又烫伤了，还要医院负责。我一噎，忽略掉了他语气的恶意。裴清源，我不是这种人。走廊外传来温柔的呼唤声，是她男朋友。裴清源的身子微不可察的顿了顿，看向门口的目光软了几分，和刚刚判若两人。我听见他说记得上药，随后他直接离开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等脚步声走远后，拎着热水瓶走了出去。手背的烫伤上了药，直到傍晚才堪堪不疼。舅舅来送饭，推开了病房门，背后还跟了个女生。没想到舅舅这回真的动真格了，真带人过来了，还是我认识的人。雨安，之前介绍的你都看不上，现在同班同学总归能瞧得上吧？来人是我高中同班同学何月娇，比我小1岁，却很有实力，开了家科技公司，登上过财经新闻。我有些尴尬的看着舅舅，舅舅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何月娇坐在我对面，莞尔一笑，好久不见，樊雨安。我顿了顿，拒绝的话到了嘴边，又咽了下去。到底是老同学，于是打算先把舅舅应付过去，再婉拒。病房门在我跟何月娇互加微信时被推开，裴清源进来查房了。裴清源没看我，也没看何月娇。等到他给我妈做完检查后要走时，何月娇叫住了他。裴清源，你有点不够意思啊！老同学这么不见你不打个招呼，还装不认识，亏我从前还老帮你打热水，食堂占位置。何月娇这么一说，也让我想起来了，他跟裴清源还是同寝室友。尴尬在无言的沉默中下坠。裴清源回身，脸上也有些诧异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看向何月娇问。何月娇看了一眼我，意味深长道：跟樊雨安相亲。裴清源淡淡嗯了一声，回头聊，我先去查房。说完，他转头就离开了病房。何月娇突然唏嘘了一声，裴清源真的变了好多。高3那场车祸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，连个性都改变了。我大脑一白，诧异又茫然。车祸？什么车祸？何月娇眼底闪过一抹惊讶，你居然不知道？他是为你出的车祸啊？为我？就是咱们高考填志愿那天，他说去接你，结果路上出了场很严重的车祸，差点没救回来。我僵在原地，耳边嗡嗡作响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因为手机让我爸藏起来了。愧疚、心疼、遗憾，种种情绪交织着顶上鼻尖，发酸发疼。我失笑一声，都过去了。我拼命的强装镇定，可脑海里就是止不住的冒出裴清源车祸的惨烈画面。在我出事差点死了的第2天，他也差点死了。我勉强扯起嘴角，冲愕然的何月娇扯起嘴角，都过去了，不是吗？架不住我舅舅的软泡硬磨，我和何月娇加了微信好友。我在微信上跟他坦白，我很快将移民国外，恳请他先暂时向我舅舅保密。我妈又睡过去了，我坐在病床边，思绪还没回神，脑海里全是何月娇说的车祸。我甚至不敢去想象那个画面。我知道我和他之间早就不可能了，我配不上他，但到底是愧疚在我的心中升起。我起身朝着裴清源的办公室去。裴清源办公室没有人，我站在原地徘徊不定。此时此刻，我就是想再见见裴清源，哪怕只一眼，确认他好好的。路过的护士长瞧见我，便热心解释：江秀春家属找裴医生有事吗？我轻轻的点了点头。裴医生请假了，他去彩排婚礼了，毕竟他就要结婚了。我怔了怔，我心底刚刚鼓起的那点勇气瞬间烟消云散。我逃也似的离开了裴清源的办公室。他有了自己的幸福，我所有的愧疚和牵挂，对他只会是多余的打扰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裴清源不在，查房的是另外一个医生。我全身心都放在照顾我妈身上，她也恢复得很好，脸上也渐渐有了笑意。看着她好转，我心底的焦躁也稍稍平复了一些。我妈快出院那天，我提前办理好了所有的出院手续，收拾好东西。前几天心底那翻涌的愧疚也渐渐平复下来。我想通了，好的前任，最好的祝福就是老死不相往来。他有他的新婚燕尔，我有我和母亲的往后余生，互不打扰，便是最好的结局。刚准备带着我妈出病房的时候，门突然间被推开，四目对视瞬间，我一愣，是裴清源。他穿着整洁的白大褂，神色清冷，眉眼间没有丝毫要新婚的喜悦。听说你找我有事？我愣了一下，随即反应过来，大概是护士长说的。我压下心底的波澜，没什么事，就是想询问一下我妈的病情。不过我已经从其他医生那里得到答案了。裴清源淡淡嗯了一声，没有再多问，转身就要走。看着他疏离的背影，我终究还是没忍住，追出去叫住了他。裴清源，他脚步一顿，没有回头，又淡淡的嗯了一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咬牙开口：祝你新婚快乐，往后平安顺遂。良久，才传来他清冷的声音：谢谢。说完，他便不再停留，径直离开。我目送着他的背影彻底消失在走廊尽头，眼眶终于忍不住泛红，眼泪无声的滑落。裴清源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看你的背影，这辈子最后一次。我带着我妈办理完出院手续，就直接回家了。等收拾完要带走的东西，去新西兰的航班在今晚10点。我妈去墓园看我爸，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心情有些躁郁。最终我决定在离开前出门走走，在最后看看这座城市。我漫无目的走着，最后发现自己竟然走到了高中母校。学校变化很大，比我们当年上学时热闹了许多。门口的梧桐树依旧枝繁叶茂，恍惚间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那个穿着校服、眉眼弯弯的女孩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偷偷捉弄我的模样。我怕触景生情，转身要走，却瞥到了校门口墙壁上优秀校友的照片和介绍。我控制不住的被吸引了过去，目光瞬间被一张照片吸引。裴清源毕业于首都最顶尖的医科大学，就读期间多次随团国际援助。以他的能力留在
在首都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可他却选择了回到这座小城，在我们市医院当一名普通的外科主治医师。这段文字看得我心情复杂。她放弃了那么好的前途，留在这里是因为她的男朋友。她真的很爱他，爱到愿意为他放弃梦想，放弃更广阔的天地。我垂着头，视线落在照片下方的座右铭上，等一只回南方的候鸟。南方的候鸟是我的微信昵称。我的心像是狠狠攥住，疼得我几乎喘不过气。直到手机铃声响起，才猛地回过神来，是我朋友打来的。他在那头格外着急：雨安，我店里进贼了，现在人在派出所，你能不能帮我去救个场？客户想在教堂补拍几张婚纱照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安慰他别急，要了地址便回家拿设备。我按照朋友的指示找到了教堂，两位正在等待的新人身穿洁白，背对着我，双手合十祈祷着。我上前去温声询问：久等了，我是来帮你们拍照的摄影师。新人转身的那一刻，我僵在了原地，竟是裴清源。她眉头微蹙，张了张嘴，却被她男朋友给抢先了。好巧，樊先生，没想到会是你来见证我们的幸福。我轻轻移开眼神，是啊，真巧。我把镜头频频对准了新郎，不停按下快门。樊老师，你别光拍我，也多给我老婆拍几张，她在我眼里可漂亮了。我应了声，举着相机慢慢移动角度，镜头扫过裴清源的脸，心脏像闷得发疼。这时，裴清源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她接过电话后，脸色一变，跟她男朋友语了句：急诊来了个特殊病人，我必须赶回医院主刀。那你快去，路上小心。她迈开长腿，像风一样掠过我身旁，很快消失在场地入口。她男友看向我，一脸无奈，当医生的就是忙。我扯了扯唇角，那我帮你多拍几张单人照吧。他没有立刻回答我，脸上的笑意渐渐褪去。樊先生，他语气沉了几分，我知道你和清源以前认识，还有过一段很深的过往。我握着相机的手微微一紧，我在他的日记本看到过你的名字。他顿了顿，往前走近一步，声音压得更低。清源这几年过得不容易，我陪着他熬过了最难的日子，我不能失去他，也很需要他，所以麻烦你离他远一点，从此不要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，不要打扰我们的幸福。我看着他，心底一片酸涩，却又异常平静。我掏出手机给他看了航班信息，我今晚10点的飞机，移民新西兰。笑了笑，这次如果不是我妈入院，我这辈子都没想过会跟他再见面。这句话我说给他听，更说给自己听。她男友眉心一松，明显松弛了下来。那我祝你一路顺风，早日找到所爱。会的，我会带着我妈离开，从此与这座城市与裴清源彻底断了所有联系。至于那些迟来的相遇和未说出口的真相，就让它永远尘封在心底吧。市人民医院，裴清源以最快的速度换回白大褂，直奔急诊手术室。手术台上的男人身着囚服，是个服刑中的囚犯。刚保外就医时试图逃狱，意外受的伤。他右臂手腕让钢筋贯穿，开放性伤口很多，正血流不止。整间手术室都是他痛苦的嚎叫。可当视线落在裴清源脸上时，男人猛地挣扎起来，嘶吼刺破急救室的死寂。我不让他救，我绝对不让他救。裴清源眉头紧锁，冷静地问身旁的护士：病人什么情况？临床中拒绝治疗的患者他见得多了，只当是对方情绪激动。护士刚要开口，床上的男人又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，声音里裹着咬牙切齿的恨意：裴清源，你别在这里装蒜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裴清源抬眼重新看向他，语气带着一丝疑惑：你是？男人像是被他这副淡定模样激怒了，脸上的伤口因用力狰狞而崩出了血。你别装了，我不会给你机会，让你替樊宇安来报仇的。裴清源的心脏猛地一沉，这关樊宇安什么事？男人见状狞笑着：装，你继续装，要不是你当年冲好人报警举报我们收保护费，13年前高考出分那天，我怎么会叫上人一起差点打死了樊宇安，又怎么会被判坐牢？裴清源周身的气息骤变，方才还带着职业冷静的脸，此刻呼吸骤然粗重，额头青筋暴起。裴清源猛地俯身，一把攥住他的衣领，每一个字都带着咬牙切齿：你告诉我你在胡说八道。男人被他攥得喘不过气，脸色涨得发紫，艰难地转动脖颈。你想听是吗？那我再说一遍。护士被这一幕弄懵了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上前来掰开裴清源的手：裴医生，这是急诊室，手术马上就要开始，有事等手术结束再说好吗？你冷静点啊。裴清源一他强迫自己松开手，手控制不住的发抖，准备手术。他艰难的转身，背对着男人，声音沙哑。他强迫自己平静，可脑海里不停的闪过混混的话，他的情绪就在边缘线，仿佛下一秒就会爆炸开来。混混见状又嘶吼起来：我不要他救，你们听不见吗？他恨我，他一定会趁手术杀了我的，我不要他碰我。混混的声音很大，声穿透力极强，很快惊动了赶来的院长。院长看着裴清源苍白的脸色，又看了看手术台上疯狂挣扎的病人，当机立断：裴医生，你先休息，这台手术换其他医生来做。裴清源没有反驳，也没有回头，他踉跄着迈出手术室，脚步虚浮的像是踩在棉花上。走廊里的灯光惨白刺眼，映得他孤绝的身影愈发单薄。他不敢去回想混混的话，更不敢去想13年前那个盛夏，雨安到底经历了怎样暗无天日的绝望。他清清楚楚地记得高考出分那天，他送他到巷口，约定好第二天一早就一起去填志愿，说好要一起去首都的医科大学，一起救死扶伤。他自己应该把他送回家门口的，就只是几步的距离，就因为家里临时有事，他先一步离开。无尽的悔恨与自责瞬间将裴清源淹没，他3步一踉跄，狂奔冲出医院，朝着婚礼拍摄赶去。可当他冲进场地时，早已人去楼空，只剩下工作人员在收拾散落的道具。抓住一个正在工作人员，声音急促：请问你有没有来给我们拍婚纱照的摄影师？工作人员愣了愣，看见了，你走后没2分钟，他就收拾东西走了。裴清源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这时林月明，裴清源的未婚夫出现在他面前，他走了，他说不会再回来了，他让我转告你不要去找他。窗外的冷风顺着敞开的教堂大门灌进来，带来阵阵战栗。裴清源心上仿佛被生生挖去了一个大洞，空落落的，疼得他几乎无法呼吸。他沉默地转过身，他又走了，和13年前一样，悄无声息，不给任何解释的机会。林月明见状上前：清源，你们已经是过去式了，他要开始新的生活，你也该放
放下了，我们都要面对现实。裴清源的双眸颤抖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，许久才终于挤出一句话：我只是生气，生气他当年的不告而别。可我不知道他是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他是被逼的。他没有继续说下去，剩下的话都被咽进了喉咙里，化作无尽的悔恨。他讨厌自己，当年如果不发生车祸，一定会发现这件事，更不会错过那么久。车祸醒来后，他也不应该因为一时之气，气自己出了车祸，他都不肯来看自己一眼。他明明不是这种人，自己明明是最了解他的那个人。林月明沉默了几秒，看着他痛苦的模样，心底的酸涩也翻涌上来。你为了他回到这座城市，好不容易等到他回来，可你却选择疏远，甚至是让我配合你去刺激他，就应该会料到会是现在这个结局。裴清源，你要为你的决定买单。裴清源猛地抬头看向他，能告诉我他去哪里了？林月明别过头，避开他的目光，声音里带着几分决绝。裴清源，你辜负了他，现在也要辜负我。裴清源异业，他张了张嘴，我知道你心里从来都没有我。林月明的声音带着哽咽，我心甘情愿配合你，我认了，可我不是善人，我做不到把自己喜欢的人拱手让人。话落，林月明不再看他，转身快步离开了教堂，只留下裴清源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喃喃自语着，声音里满是绝望与悔恨。直到医院打来电话催他回去，裴清源才回神。他翻到了樊雨安妈妈住院时留下的电话号码，打过去，电话那头却只传来冰冷的提示音：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心口像是堵了一团厚厚的郁气，怎么都疏散不开，闷得他几乎窒息。而另一边，我和我妈已经到了机场。江秀春坐在候机椅上，看着儿子一直低头盯着手机，屏幕上是裴清源的背影。雨安，我出神。妈突然间开口：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有真正走出来过，对不对？我下意识否认。妈，你怎么又问这个？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？我早就放下了。我妈摇了摇头，眼底满是心疼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怎么会不了解你？你和他当年不是故意要分开的，是你爸爸把他上辈子的恩怨强加在了你的身上，耽误了你们。他顿了顿，伸手拍了拍我的手。雨安，感情这东西从来都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，有误会就解开，不要让这些误会纠缠你的后半生。我的心猛地一颤，手机微信突然亮起，好友申请栏里弹出一条消息：等待候鸟请求添加您为好友，我是裴清源，我想和那只不归家的候鸟说一句话。我的心脏猛地跳了起来，不受控制的那种。我明明已经注销了手机号，他怎么会找到我的微信？屏幕上的好友申请像一根无形的线，紧紧拽着我的心，进退两难。等待候鸟，难道他真的一直在等我吗？我想点通过，想问问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，想告诉他当年的误会，想告诉他去这些年的委屈与思念。可我想起了林月明的模样，想起了裴清源即将举行的婚礼，想起了自己早已下定决心的未来。这时，机场的广播声准时响起：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前往新西兰奥克兰的 MU789次航班即将起飞，请旅客登机口登机，感谢您的配合。广播声打破了我的沉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关掉手机屏幕，拿起身边的行李，起身对我妈说：妈妈，我当初后悔过，但现在做这个决定，我想我不会后悔。我妈看着我故作平静的侧脸，眼底满是无奈。也是，你从小脾气就犟，做了决定就不服输，妈妈说不过你，妈妈只希望你开心。我用力点了点头，会的，我以后都会努力的开心。另一边，裴清源坐在办公室里，死死地盯着屏幕。这个微信是他好不容易从何月娇那里问到的，他等了很久，从深夜等到黎明，从手术台下来，第一时间就打开手机，可好友申请栏里依旧没有任何动静，没有通过，也没有拒绝。咚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林月明提着保温桶走了进来。清源，你从昨天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，铁打的身体也熬不住，我给你熬了点汤，你喝点吧。裴清源没说话，他没有任何委屈。林月明把保温桶放在办公桌上，一脸担忧，你别忘记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裴清源抬头看向他，眼底满是愧疚，你知道我现在没有办法。林月明忍住想要落下的泪，别过眼，我知道即使我强硬的命令你跟我开始这场婚姻，你也不会在未来对我有任何想法。我知道当初是我求着你假扮我对象应付家里人，是你心肠好答应了我，只是我没想到沦陷的那个人会是我。裴清源一脸疲惫地看着他，对不起，这么多年他的心里除了樊雨安没有别人。这时他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他立刻打开手机，眼底瞬间燃起一丝光亮，可当他看清消息内容时，那点光亮瞬间熄灭，是何月娇的消息。清源，我从雨安舅舅那里问到了，他和伯母昨天晚上乘坐了 MU789次航班飞往新西兰了。林月明一把抢过他的手机，裴清源，别搪塞我，你知道我想听的不是对不起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拒绝我，也可以假装和我继续这段关系，而不是一味的对不起，我不需要你的对不起。裴清源看着他泛红的眼眶，心底的愧疚愈发浓烈，可他却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只能任由沉默将两人包裹。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电视里新闻播报了一则快讯，打破了这份死寂。接下来插播一则紧急快讯：昨天晚上10点，有本市飞往新西兰奥克兰的 MU789次航班于今日清晨7点06分在南太平洋海域坠毁，航班上所有人员暂无生还消息，具体坠毁原因，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裴清源猛地站起身，死死地盯着电视机屏幕，身体控制不住的发抖，他的动作吓了林月明一大跳。你怎么了？裴清源猛地转头看向林月明，指着电视机艰难地问出声：刚刚新闻说什么？他是不是听错了？林月明诧异了2秒，重复了一遍，又一脸同情开口：飞机坠毁，基本上没有生还可能性了。裴清源如坠冰窟，冰冷的寒意从脚底蔓延至全身，冻得他四肢僵硬。他下意识地冲出病房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解释，还没跟他说对不起，怎么可能会出事呢？林月明下意识放下手机要追出去，却意外瞥见了手机上的信息，他瞳孔猛地一缩，整个人都愣在原地。等到反应过来，才急匆匆地追出病房，却看见裴清源摔倒了医院走廊里，又艰难地爬起来跑出去，好难看，好令人难受。
受。裴清源跑出了医院，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冰冷的雨水瞬间将他浇透，打湿了他的白大褂。可他浑然不觉，只是一遍遍地拨打着那个早已是空号的电话号码。雨安不会的，不会的。突然间，裴清源眼前一黑，晕死在了雨中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裴清源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手上插着输液管，虚弱无力。林月明守在他的床边，眼底布满了红血丝，显然是一夜未眠。他一睁开眼睛，就猛地挣扎着要起身。林月明连忙按住他：“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，你身体亏损的太严重了，医院给你放了2天假。”裴清源的情绪激动起来：“我要去新西兰，你去了也没有用。”林月明提高了声音。裴清源语气颤抖：“为什么？我要去新西兰把他带回来。”林月明声音抖了起来：“国家已经证实了无人生还，而且这是国际航班，国家会处理。你不是他的家属，你没有资格。”一句“你不是他的家属”，彻底把裴清源钉死在病床上。林月明看着他绝望的模样，心底满是愧疚。他沉默了几秒，声音带着几分哽咽：“清源，其实我也很难受，我对不起他。那天在教堂，是我让他走的，我让他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要回来。”裴清源的呼吸微微一僵，他没有发火，也没有指责，甚至没有看他一眼，只是沉沉的开口：“你走吧，我们的婚事取消，你家里那边我会去说清楚，所有的责任都在我。”林月明愣住，他宁愿他对自己发火，宁愿他骂自己，他都心甘情愿。可他这样的冷漠却让他彻底绝望。清源，可无论自己怎么说话，裴清源都不理自己，他只能离开。病房里再次恢复了死寂。裴清源一遍遍地刷着关于航班坠毁的新闻，每一条新闻都像一把刀在他的心上反复切割。只有飞机坠毁，无人生还，还有网友的惋惜。眼泪无声滑落，他无力地撒开手机，却不小心打开了电话，摁了快捷键出去。嘟嘟嘟，电话接通的声音清晰地在病房里响起。裴清源愣了一下，拿起手机，那是樊雨安高中时期的手机号码。他下意识地想挂断电话，可电话却被接通。“你好，哪位？是问雨安的事情吗？他妈妈昨天晚上身体不舒服，没上飞机，人现在活得好好的。”裴清源的手机啪嗒一声掉在病床上，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汹涌而出。劫后余生，巨大的喜悦冲上头，他没管电话那头的追问，这个念头像疯长的藤蔓，瞬间占据了他的整个脑海，他什么都顾不上了。裴清源一把扯掉手上的输液管，针头拔出的瞬间，鲜血渗出，可他却浑然不觉。“裴医生，你干什么？你还没好，院长嘱咐你好好休息。”护士听到动静，连忙走进来，想要拦住他。裴清源拍了拍他的肩：“我没事，雨安他还好好活着，我要去见他。”裴清源的声音带着几分急切，轻轻推开护士，冲出了医院。雨安没死，他真的没死，雨安没死，真好。另一边，我安抚着母亲睡下后，轻轻退出了房间。我妈情绪失控很突然，前一秒好好的，结果在上飞机的时候就失控了，喊着要见我爸。机场的工作人员怕出意外，拒绝我们登机，我也没有勉强，带着我妈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我妈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，脸上也有了笑意。我看着她的模样才明白，我妈是真的不想离开。或许我当初的决定确实太武断了，我擅自替我妈做了决定，以为新西兰的空气好，适合她养病，却忽略了这里有她放不下的人。我决定暂时在家里留一段时间，好好陪着我妈。舅舅，家里没错了，我去楼下买一瓶。我对着客厅里的舅舅喊了一声，推门走了出去。外面的街道依旧熟悉，两旁的梧桐树抽出了新芽，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在地上，斑驳陆离。我心情复杂万分，兜兜转转，我还是没离开这个地方。小伙子，不走了，这么多年不回来，真是长大了。邻里热心的跟我打招呼，我紧了紧手，笑着点了点头。自从选择当旅拍博主后，我就鲜少与人接触，曾经和裴清源之间的承诺被我抛之脑后。我看着醋旁边的优酸乳，突然间想起高中时期他陪着我一起买的画面，草莓味的，还有一瓶给你。我的手落在上面，又很快移开。罢了，都过去了。选好醋，我掏出手机扫码支付，却发现手机页面还停留在裴清源的好友申请界面。我怔怔的看了2秒，退出了界面。他已经要结婚了，他有他的新生活，我也应该彻底放下过去，不要再有任何牵扯。转身走出便利店时，天空突然间下起了细雨，细细密密的落在脸上，带着一丝微凉。雨不是很大，我不想等雨停，抱着醋打算直接跑回家。可我刚走下便利店的台阶，就被一个人猛地抱进了怀里，力道很大，带着几分急切，几分颤抖。我下意识地举起手里的醋瓶，想要砸向对方。谁啊？赶紧松开，我要报警了！我的手臂举在半空，却在看清对方脸庞的瞬间，彻底僵住了。是裴清源，雨安。裴清源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，他紧紧抱着我。你没事，你真的没事，真好。不过才1天没见，裴清源像是苍老了好几岁，眼底的红血丝深得吓人，浑身都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疲态。我愣住了，下意识地问出口：“裴清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可话音刚落，我就想起了他即将举行的婚礼，想起了林月明的模样，连忙用力推开他。裴清源本就浑身虚弱，被我这么一推，踉跄着后退了2步，差点摔倒在地。他一动不动地看着眼前的人，眼神灼热而急切，仿佛下一秒他就会消失。雨安，他的声音哽咽，眼底满是愧疚与心疼。我知道了，我全都知道了。我知道你当年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，知道你当年受了那么严重的事情，知道你这么多年一个人承受了多少委屈。我的心猛地一颤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蛰了一下，手里的醋瓶差点掉在地上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他知道了多少？我看着他满是愧疚的脸庞，轻轻拧起眉头。都过去了，裴清源，我也不知道你当年出了车祸，我们之间扯平了，扯不平的，永远都扯不平。裴清源摇着头，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悔恨。他一步步朝着我走近。如果我当年没有去招惹那些混混，如果那天我送你到家门口，如果你出事的时候我在你身边，你就不会一个人承受那么多，就不会被逼着跟我分手，就不会这么多年一直活在痛苦里。他的话像一把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心上。我紧紧攥着手里的醋瓶，努力压下心底的情绪，摇了摇头：“不，你说错了。”裴清源愣住了。裴清源，你没错，我也没错。我的声音很轻，我们都没有错，只是命运弄人，只是上天开了一个太大的玩笑。现在这样就是最好的结局。话落，我不再看他，侧身绕开他。可我刚迈出一步，手腕就被裴清源紧紧抓住了。别离开我，雨安，别再离开我好不好？裴清源的声音带着几分卑微。我的心狠狠一动，我用力甩开他的手，我下意识要走，一旁的裴清源砰的一声砸在地上，晕了过去。我吓了一跳，
不敢动弹，急忙拨打了医院电话。看着裴清源被推进急救室，我的心又提了起来。刚转身就撞见了匆匆赶来的林月明。林月明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沉默了几秒，缓缓开口：“你没事就好。”这下清源也能安心了。我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林月明看着我，眼底满是疲惫，声音带着几分哽咽：“我知道，清源心里一直都有你，从来都没有我。他和我在一起，只是我求他的，是我让他假扮我的女友，应付家里的逼婚。从始至终，他爱的人都只有你一个。”我的心又是一颤，心底的情绪愈发复杂。林月明说着说着哭了起来：“可你既然还活着，能不能再离他远一点？1个月前的晚上，我灌醉了他，我们已经假戏真做了。”我的心猛地一紧，瞬间清醒了几分。我看着林月明的模样，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若是以前，我或许会毫不犹豫地答应，可这一次我没有。林月明，我的声音很平，你应该明白，我和裴清源这么多年没有再相见，就是做好了不再往来的准备。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重新介入他的生活，更没有想过要和你争什么。还有，我顿了顿，看着林月明，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忍，也没给他留情面。和一个人在一起，从来都不是求来的。你把自己放得这么低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，到最后只会伤了自己。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很可怜。说完，我在林月明惊愕的表情转身离开。我本来想等裴清源醒过来，可现在看来，现在想想也没什么必要等了。我以为林月明是一个很清醒的人，却没想到为了所谓的爱加上了算计，我对他彻底改观了。可我刚走出没几步，林月明就追了上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。他质问我：“樊雨安，你很得意是吗？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离他而去的这么多年，他的人生过得有多黑暗？无穷无尽的学习，从不与外人交往，是我陪着他走过这几年的。他一改之前的模样，他不能再装作什么都没看见。他没办法，他不能离开裴清源。除了裴清源之外，他再也找不到会令自己心动的女人了。哪怕是他心中没有自己，也会在闲暇之余带吃的给自己。他知道不能动心，只是演戏，可自己还是沦陷了。我轻轻挣开他的手，看着他，你没听懂我的意思。我无心跟你争，可这并不代表你就能得到他。你说你和他假戏真做了，可这是你算计来的，就算你困住他的人，也困不住他的心。说完，我不再停留，转身快步离开了医院。林月明僵在原地。回到家里，我妈已经醒了，正坐在客厅里，手里拿着我爸的画像，细细的摩擦着。看到我回来，她放下画像，打趣道：“买个醋，怎么去了这么久？难不成是买到隔壁城市去了？”我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，心底的阴霾也散去了一些。我笑了笑：“是啊，醋都买丢了。”我妈指了指画像，语气怀念：“你瞧你爸年轻的时候多好看啊，笑起来眼里都有光。”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我爸年轻时的笑容爽朗。后来我长大了，他得知自己和裴清源在一起，我爸就变了一个人，满脸的愤懑与忧愁。所以我选择逃离。妈，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忍不住问出口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我爸？”我妈沉默了几秒，眼神变得温柔起来，大概是年少时喜欢上的人，这辈子都不忘不掉。她顿了顿，伸手打开爸爸的相框，拿出一封信递给我：“这是你爸爸当初藏起来的东西，是裴清源给你的。”我呼吸猛地一颤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接过那封信。信纸早已发旧发黄，边缘也有些磨损，封面上的字迹连墨水都淡了很多，却依旧清晰可辨，小后扭收。是裴清源的字迹，那是他高中时的字迹，清俊有力，带着几分少年人的义气。我指尖轻轻拂过那些字迹，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他写下这些字时心底的温柔与期盼。这东西你爸死的时候才告诉我，本来想告诉你的，结果脑子不中用了，刚刚才想起来。我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带着几分愧疚与无奈。这东西你爸藏了13年，你走后，清源经常来找你，每次都被你爸拦在门外，闭门不见。我当时想联系你，想告诉你这些事情，可你爸每次都把我的手机抢走，还跟我说不让我耽误你，不让我再提起清源的名字。那时候你和你爸关系闹得那么僵，我也不敢多说话，怕你们父子俩再吵起来。我紧紧攥着那封信，眼眶泛红。我缓缓地掀开信封，动作轻柔，生怕自己稍一用力就会弄坏这封迟到了13年的信。信纸上的字迹有些潦草，看得出来当年他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很着急，甚至有好几个字都被泪水晕开了，模糊不清。雨安同学得知分手的消息，我很意外，也很难过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高考结束后一起去填志愿，一起去首都的医科大学，一起救死扶伤，一起走到最后吗？我不相信你会随随便便放弃我们的诺言，不相信你会就这样转身离开我。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是不是你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？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好，惹你生气了？雨安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你都告诉我好不好？我们可以一起面对，一起解决，不要一个人扛着，不要把我推开。我会等你，永远都等你，不管你需要多久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会一直等你，等你回来，等你跟我解释，等你继续我们的约定。如果你收到这封信，就回我一条信息，哪怕只是一个字也好。我联系不上你，很着急很着急。落款是裴清源的名字，后面的字写得很着急，有好几个字都被泪水晕开了。我看得眼睛通红，轻轻地吸了吸鼻子。我妈拍着我的肩安慰：“雨安，这件事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，过去你发生了不好的事情，爸爸妈妈很愧疚。”我擦去想要落下的眼泪，强打起精神，都过去了。我这样在心里告诫自己，本来就过去了，即使知道错过了再多也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妈却扳正了我的肩，认真地看着我：“雨安，别犯和爸爸曾经一样糊涂。”我一愣，不太理解地看着我妈。我妈语重心长道：“感情这种事情根本控制不住，她以为阻拦你和裴清源，就不会想起曾经的人，就像你假装忘记了裴清源，实际上现在心里都是他吧。”我妈的话像一根细针，猝不及防扎进我心里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最终我胡乱搪塞过去：“妈，别胡说八道了。”我避开他的视线，攥紧了手里的信，信纸的褶皱硌得掌心发疼。我现在只关心你的身体，其他的一概不关心，以后别提他了。我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没再问，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：“你高兴就行。”那封迟到了13年的信烫着我的手，我站在原地，心情一团麻。我一遍又一遍告诫自己，不要再和裴清源有任何牵扯，那些错过的、遗憾的都已经过去了，再纠结、再怀念也回不到从前。可心底总有声音在反驳我，我做不到无动于衷。这时，舅舅提着一篮子菜从外面进来：“雨安，那个裴医生啊，在楼下等着你呢，你咋不去看看？正淋雨呢。”舅舅的声音瞬间拉回了恍惚的我，我心猛地一跳。
跳，下意识的就往门口冲，脚步快的连自己都没察觉。可就在即将跨出家门的那一刻，我又放慢了脚步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可口袋里那封信捏得更紧。我整理了一下衣角，摆出一副淡然的模样，缓缓打开了门。门外的雨还在下，细细密密的织成一张灰蒙蒙的网，仿佛把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潮湿里。裴清源就站在楼道口，浑身都被雨打湿了，脸色苍白的像一张纸，嘴唇泛着青，整个人摇摇欲坠。我皱了皱眉，裴医生，你生病了不好好休息，找我有事吗？要是在我家里出事，我可不是医生，救不了你。话一出口，我就后悔了。看着他那副狼狈又虚弱的模样，所有的冷漠和伪装在这一刻显得格外苍白。裴清源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灼热的吓人。他张了张嘴，声音沙哑的厉害：雨安，这么多年我从未忘记过你，你这次回来我真的很开心，开心到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后来得知你依旧单身，我更开心，心底那点被压抑了13年的期待又悄悄冒了出来。可是，一见到你，我就想起你当年的不告而别，想起我等不到你的消息，想起我车祸醒来后再也找不到你的绝望，我就生气，气你狠心，气你把我们的约定全都抛在脑后。他的声音越来越轻，眼底泛起了红血丝，语气满是执念和期盼。可我更想要的是和你在一起。我被他说的哑口无言，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我别过头，不敢再看他的眼睛。裴医生，我不想跟你说这些。如果你是为了这些事来的，那就请你离开。裴清源愣住了，眼神暗淡下去，像被熄灭的火焰，整个人的气息都变得落寞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我妈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裴医生，有什么事进来说？淋着雨做什么？再淋下去，身体该垮了。我还没来得及反驳，就听到楼道口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：阿姨，听说您和雨安没事，我特意带了点东西来看看您，真是虚惊一场。我转头看去，何月娇快步走了过来，脸上带着笑容。可当她看到站在我身边的裴清源时，明显愣了一下。清源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裴清源也愣住了。我站在两人中间，尴尬的手足无措，只能下意识的别过头，避开他们的目光，心里乱糟糟的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一边是我刻意想要避开的过往，一边是舅舅极力撮合的人，这样的场面让我浑身不自在。舅舅这时也走了出来，看到何月娇，立刻露出了笑容：娇娇来了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外面雨大，别淋着了。雨安，你这孩子还不把人家娇娇带进来，愣着做什么？我无奈的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，侧身让何月娇进来。裴清源站在原地，沉默了片刻，终究还是没再坚持。他主动开口道：阿姨，我还有事，就不进去打扰了。裴清源走到门口时，脚步顿住，他缓缓转身，目光直直的落在我身上。雨安，我不是逼你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顾虑，还有委屈，但我会等你，一直等你，等你愿意放下过去，等你愿意听我说说话，等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的眼神太过真挚，太过灼热，让我几乎无法直视。我紧紧攥着口袋里的信，强迫自己移开目光。不必了，裴医生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他有林月明，有即将举行的婚礼，我不能给自己留有任何幻想。有些错过，一旦发生，就再也无法挽回。与其纠缠，不如放手，各自安好。裴清源没再说话，他转身走进了雨幕里，背影孤绝而落寞，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像是被掏空了一块，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。晚上，我正陪着我妈说话，她突然脸色发白，浑身发抖，吓得我瞬间慌了神。到了医院，医生紧急对我妈进行了抢救，我站在抢救室外，心提到了嗓子眼。不一会儿，医生一脸凝重地走了出来，患者病情突然复发，情况比较危急，需要立刻进行下一步治疗。我心脏猛地提了起来，那立刻治疗啊！医生又开口，之前江秀春同志的病情一直都是裴医生负责的，他对患者的情况最了解。可裴医生最近休假了，我们联系不上他。当然，我们也通知了其他医生，都在赶来的路上。听到裴清源这3个字，我愣了一下，联系不到。但在我这些日子的观察里，裴清源几乎都是随叫随到的。他确实是负责我妈妈病情的人，我妈的病情不能耽误，有他在也能更迅速一些。我没有犹豫，您帮我继续安排医生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裴清源的家离我家也就隔了几公里，不算太远。我一路狂奔跑到裴清源家楼下，敲了很久的门都没有人应答，拨打他的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。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就在我准备再敲一次门的时候，门突然开了。林月明站在门口，脸色难看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没时间跟他废话，我妈病情复发，很严重，我需要裴清源救命。他在哪里？这种时候我自然是说的越严重越好。林月明语气冰冷，他不在，你另找他人吧，他帮不了你。我看着屋里亮着的灯光，隐约能听到里面传来的动静，心里更加着急，也顾不上那么多，一把推开林月明，径直冲了进去。裴清源，裴清源，你在哪里？可当我冲进客厅，看到眼前的一幕时，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裴清源坐在沙发上，手腕上的鲜血正顺着刀刃缓缓流下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怔了2秒，直接冲了过去，一把夺下他手里的水果刀，扔在地上。裴清源看到我，眼神恍惚了一下。雨安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我没看错吧？你真的来了？他的状态很不对劲，眼神涣散。我看着他手腕上不断渗出的鲜血，心都揪在了一起。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？裴清源摇了摇头，眼神紧紧地盯着我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你来见我，我就很开心了，真的，只要能见到你。我沉默了几秒，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又酸又疼。我突然想起，之前他在医院病房里拉着我的手，问我当年为什么要分手的时候，也是这样奇怪的状态，眼神混沌。这时林月明也跟了进来，看到这一幕，他急忙上前来处理伤口，只是边包扎边流泪，还好割得不深，没碰到大动脉。你这又是何苦？裴清源，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就要这样伤害自己来让我后悔吗？我看着林月明崩溃的样子，又看了看眼前状态极差的裴清源，我忍不住问他到底怎么了。林月明冷冷地看着我，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樊雨安，全都是因为你。他当年出了车祸，醒来后情绪就一直不稳定，经常失眠、焦虑，甚至会出现幻觉，需要吃大量的药物才能稳定情绪。他的药和芝士西柚过敏，可他偏要吃，每次都吃得浑身过敏，浑身难受。他说那是你爱吃的，他想尝尝，想记住你喜欢的味道。林月明的话像一把把尖刀，狠狠扎进我的心里。他这几年一直都活在你的阴影里，一边盼着你回来，一边又恨你当年的不告而别。他就是在这种矛盾和痛苦里一点点熬过来的。我的心像是被生生撕裂一般，疼得无法呼吸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裴清源的头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说？你怎么这么傻？那件事不怪你啊，真的不怪你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太懦弱，是我没有勇气告诉你真相。林月明别过头，或许是太累了，或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。裴清源靠在我的怀里，陷入了
了沉睡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医院打来的。电话那头，医生的语气平稳了很多。樊先生，新的医生来了，你放心，您母亲的病情已经好转稳定下来了。挂了电话，舅舅也发来消息，雨安这么晚了，你别来回跑医院了，不安全。我在医院陪着你妈呢，你放心吧。回了舅舅，我没有离开，而是坐在裴清源的身边，静静的守着他。看着他手腕上的伤口，我心里满是愧疚和心疼。夜深了，裴清源在睡梦中不停的说着梦话。雨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能保护好你，我好想回到过去，我一定不会再让你一个人，一定不会再让你受那么多委屈。他的梦话像一把钝刀，在我的心上反复切割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，在心里默默说道：裴清源，对不起，是我来晚了，是我让你等了太久太久。这时，林月明走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：樊雨安，我有事告诉你，我们出去说吧。我跟着林月明走到了阳台，外面的雨已经停了，夜空里挂着几颗微弱的星星，晚风一吹，带着几分凉意，让我混乱的思绪稍稍清醒了一些。林月明靠在阳台的栏杆上，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：我跟清源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，那时候他整个人都很沉默，不说话，也不跟人交往，每天除了上课就是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。我呼吸一颤，我从未想象过这样的裴清源，我花了好久才让他愿意跟我多说几句话，可这一切是因为一句话。我抬眸，什么话？林月明笑了笑：我以后也要救死扶伤，做一名优秀的医生。我眼神微微颤抖，那是我经常和裴清源说的话。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第一次主动跟我说了很多话。毕业后，我被家里人逼着相亲，对方是一个40多岁的老总，我不愿意，却又拗不过家里人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求了清源，他一开始不同意，可我用自杀逼他，他心软了，答应了我。那几年，我一直陪在他身边，看着他一点点熬过来，看着他为了忘记你，拼命的学习，拼命的工作。曾经有一次，他连续3天3夜没有休息，做完一排长达10几个小时的手术后，直接晕倒在了手术室里，抢救了很久才醒过来。医生说他是过度劳累，加上情绪长期压抑，才会变成这样。林月明的话一字一句都像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心上，让我心一颤，眼泪又一次涌了上来。他为了我承受了这么多我从未想象过的痛苦，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承受委屈和遗憾，却没想到他比我更苦，比我更煎熬。他跟我说过你的存在，说你是他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，说他会一直等你，等你回来。林月明转过头看着我，眼底满是苦涩，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记忆又一次涌上心头。林月明看着我，苦笑了一声，我何尝不想跟这样好的人结婚，何尝不想拥有他的温柔和偏爱？可我心里清楚，他心里没有我，哪怕是我撒谎，哪怕是我逼他，哪怕是我让你离开，我都改变不了这一切。我们之间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好了，我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自己陪了他这么多年，却还是没能走进他的心里。爱一个人不是占有，而是希望他能过得更好。林月明的语气里只剩下释然，而且他从来都没有打算跟我结婚。我愣住了，下意识地问道：那你们还拍了婚纱照，还说要举办婚礼？林月明摇了摇头，那都是他演的戏，是演给你看的，也是演给他自己看的。还有，我之前跟你说我们假戏真做的事，那也是假的。林月明的声音带着几分自嘲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他，太想把他留在身边，才会想出这样的办法逼你离开。我别过头，看着远处的夜空，眼泪无声的滑落。我忍不住跟林月明说起了我的过去。林月明静静的听着，语气中带着几分心疼。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，为什么老天爷不让我和他在一起。你们这对苦命的鸳鸯，经历了这么多，错过了这么多年，承受了这么多的委屈和痛苦，你们应该在一起。我扯了抹笑容，这一刻我竟然说不出反驳的话，那些一直困扰着我的顾虑，在这一刻仿佛都烟消云散了。我想我心里已经有决定了。我重新回到了客厅，裴清源还在睡。我走到他身边，静静的看着他那张满是黑眼圈的脸，舍不得移开眼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刻意回避着他，可当我真正再次靠近他，才发现他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。我伸出手，轻轻摸了摸他还在发烧的额头，指尖传来滚烫的温度。裴清源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？忽然，裴清源翻了个身，手下意识的伸了过来，握住了我另一只手。你更傻。他的声音很轻。我一怔，看向他。裴清源已经睁开了眼睛，已经恢复了不少理智，与我四目相对。他抚摸着我手腕上那道凸起的疤痕，是不是很疼？当年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是不是很疼？做放弃我的决定，是不是很难？我今天割腕，不是想伤害自己，只是觉得没有你，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。我想尝试着放弃，想尝试着忘记你，可我发现我怎么都下不去手，因为你还在这里，因为我舍不得离开你，舍不得放弃我们之间的一切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所有的委屈和痛苦？是怕我嫌弃你吗？是怕我会因为那件事就不爱你了吗？裴清源的声音让我感觉崩溃，他的手烫热了我的心，也烫热了我心底那些被压抑了13年的委屈和思念。我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。我摇了摇头，声音哽咽。那个时候还小，觉得那是天大的事情，觉得自己不干净了，觉得自己配不上你，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，所以不想打扰你，不想让你因为我受到别人的非议，不想让你跟着我一起承受那些痛苦。裴清源哽咽着把我搂进怀里，力道很大，像是要把我揉进他的骨血里。傻瓜，你怎么会配不上我？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干净善良的樊雨安，永远都是我放在心尖上疼的人。雨安，我宁愿你打扰我一辈子，宁愿你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告诉我，也不想你一个人扛着，不想你再像以前那样偷偷躲起来哭，不想你再把我推开。樊雨安，以后能不能别这么傻？能不能别再一个人承受所有的一切？能不能让我陪着你？我靠在他身上，听着他有力的心跳，感受着他滚烫的体温，心里的委屈和痛苦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宣泄的出口。我扯了抹笑容，眼泪却流得更凶了。你也傻，你比我更傻，我们都傻，所以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，浪费了这么多年。裴清源握紧我的手，额头抵着我的额头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我，从来都没有放下过我。从你回到这座城市，走进医院，第一眼看到我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樊雨安，我那么了解你，怎么看不出来你有苦衷？怎么看不出来你心里的委屈和思念？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靠在他的怀里，把这些年的委屈、遗憾、思念全都哭了出来。裴清源就这样紧紧地抱着我，哭了很久，我才渐渐平静下来。裴清源看着我通红的眼睛，眼底满是心疼，伸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痕。我看着他，
破涕为笑。裴清源，你说这么多，就是想让我和你重新开始吧？我告诉你，可没那么容易。裴清源看着我，眼底瞬间染上了笑意。那是当然，我知道我欠你的太多太多，我不会奢求你立刻原谅我，我会一点点弥补你，一点点打动你，不管多久，我都愿意等。我看着他真挚的眼神，心里暖暖的。那你可要好好表现，要是表现不好，我还是不会原谅你的。裴清源点了点头，用力握住我的手，我会的，一定会的，我不会再让你失望，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，不会再让你离开我。那天半夜，裴清源又睡着了，睡得很沉，眉头也舒展了开来。我静静地守在他身边，看了他很久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才悄悄起身离开了他家。我知道，我需要一点时间整理自己的思绪，也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我们之间的变化。走出裴清源家，林月明还没有走，他坐在楼下的长椅上，身上盖着一件外套，显然是在这里坐了一夜。看到我出来，林月明站起身，走到我面前，脸上带着一丝疲惫，却依旧露出了一个释然的笑容。你要走了？我点了点头，轻声说道：谢谢你。不用谢。林月明摇了摇头，从包里拿出一本笔记本递给我，这个东西应该是写给你的。当年你回来了，却没有联系他，他一气之下就把这本日记丢了。我觉得可惜，就偷偷捡了回来，一直保存到现在。我伸出手，小心翼翼地接过日记本，日记本的封面已经有些磨损。我打算彻底离开这座小城了。林月明看着远处，语气平静，在这里有太多关于清源的回忆，也有太多我的不甘和遗憾。离开这里，或许我才能真正放下，才能开始新的生活。我送他去了车站，回到家里，我小心翼翼地翻开了那本日记。日记的第一页写着一行字：致我的小候鸟，致我这辈子唯一的挚爱樊雨安。日记里记录很多。9年前的某一天，他写道：今天看到雨安的新视频，他去了大理，去了蝴蝶泉。我想我很想和他再去一次。读大学的时候，他写好几次都熬不下去了，想过放弃，想过去找他，可我又怕他不想见我，怕他已经有了新的生活，怕我打扰到他。直到看到他的视频，看到他好好的，我就有了撑下去的动力。我默默地看了一夜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把日记合上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所有的顾虑和犹豫都彻底消失了。2天后，裴清源的身体恢复了，他第一时间去医院给我妈做了最后的检查。检查结束后，裴清源走到我身边：放心吧，阿姨的病情控制的还可以，就是怕复发，以后我会经常来家里打扰，给阿姨做检查，顺便看看你。我假意反驳：胡说八道什么？谁要你来看我？你好好给我妈做检查就好。我妈坐在病床上，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在医院的这几天，我每天都会收到一束花，都是裴清源送的，有时候是我喜欢的向日葵，有时候是洁白的百合。晚上他会主动约我出去，牵着我的手，走在熟悉的街道上，吹着晚风，聊着这些年的点点滴滴。雨安，裴清源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我想把这么多年没对你做的事情全都做一遍。我想陪你去看遍世间风景，想陪你去大理的蝴蝶泉，想陪你回到高中母校，想弥补你所有的遗憾，想给你所有的温柔和偏爱。雨安，我们错过了太多，只要我们能珍惜彼此，都不算晚。裴清源的话让我心里暖暖的，我看着他真挚的眼神，感受着他掌心的温度，心里满是感动。既然决定要迈开一步，决定要放下过去，决定要再给彼此一次机会，我就不会再退缩，不会再犹豫。我点了点头，声音轻柔却坚定。好。裴清源紧紧地抱住我，谢谢你，雨安，谢谢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谢谢你没有彻底放弃我。我拍着他的后背，我们都错过了太多，以后我们不会再错过。1个月后，我妈康复出院了。出院那天，我准备了一桌子饭菜，邀请裴清源来家里吃饭。这是我第一次主动邀请他来家里，也是我第一次在所有人面前坦然面对我们之间的感情。饭后，我妈和舅舅坐在客厅里聊天，我拉着裴清源走到了阳台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远处的天空被染成了淡淡的橘红色，格外好看。我拿出那封迟到了13年的信和手机，裴清源，你的信和短信我都收到了，很晚，晚了13年，但我还是看到了。这13年，我很遗憾，也很后悔，后悔当年没有勇气告诉你真相，后悔当年轻易就放弃了我们的约定，后悔当年没有陪在你身边，陪你度过最难的日子。我曾经以为我们之间再也没有可能了。裴清源，我不想再错过，也不想再让你等了，我想和你重新开始，想和你一起完成我们当年的约定。裴清源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指尖摩挲着我手腕上的疤痕。我等这一天等了13年，整整13年。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，没有盛大的仪式，就像高中时那样，一个眼神，一句承诺，便确定了彼此。没有太多的话语，却胜过千言万语。我们眼底的温柔和珍惜，就是我们最真挚的告白。半年后，我依旧做着我喜欢的旅拍博主，只是身边多了一个陪伴我的人。裴清源会在休假的时候陪我去各地拍摄，镜头里既有绝美的风景，也有我们彼此的身影。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我们的温柔和幸福。我们一起回到了高中母校，进了当年的教室，坐在当年的前后桌位置。阳光透过梧桐树的枝叶洒在我们身上，斑驳陆离，一如13年前的那个盛夏，蝉鸣聒噪，阳光正好。我们还是当年的我们，却又不是当年的我们。我靠在裴清源的肩上，看着窗外的梧桐树，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容。裴医生，以后请多指教。裴清源握紧我的手，樊博主，余生请多包涵。风轻轻吹过，带着梧桐树的清香，也带着我们之间迟到了13年的温柔与圆满。那些错过的、遗憾的、痛苦的，都已经成为过去。未来的日子，我们会珍惜彼此，好好相爱，再也不分开，再也不错过。